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我们直接告别昂贵的 API 费用不管你是想接入 OpenAI 的那个 GPT-4o 还是 XAI 的那个 Grok 还是 Cloud， 以前你都要去注册办卡、买服务器、写后端防泄露今天全部都不用了。给大家看个东西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出来的成品，一个完全纯前端，不需要哪怕一行后端代码的全能 AI 工作站聊天、画图、带情绪的语音合成全部都有。怎么做到的呢？靠的是一个叫 Pewter.js 的底层技术它彻底平替了那些收费的 API 给你提供的100%免费，甚至不需要你填 API key 的大模型服务你只需要跟着我今天的步骤，直接在浏览器里面就可以实现零成本白嫖。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新建文件夹开始搞首先我们在电脑上面建个文件夹，里面新建一个普通的 HTML 文件。我先把官方提供的这些核心代码给它写进去这个时候很容易出错的地方来了很多人习惯直接双击这个 HTML 文件在浏览器里面看，那么我告诉你绝对会卡住因为现在的浏览器它有个安全限制，所以我们打开终端，输入这一行命令，然后回车。好，你看它给了我们一个本地的8000端口的这么一个地址那么我们把它复制到浏览器里面打开，你看这个页面出来了。点击页面上的测试按钮，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用嘛，它会弹出一个 Pewter 的这个官方注册授权的这么一个框框，你随便取个名字填入你的邮箱，然后点创建免费账户，到邮箱里面复制那个验证码，然后给它填进来，确认一下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以后就不需要这一步了。好，登录进来了，那么我们点击生成对话语音来测试一下。哎呀，这代码居然能跑起来！你这开发者一定是把咖啡换成核动力了吧？牛！听到了没有？不仅有语音结尾，它还有极其真实的那种笑声听到这个声音，那说明我们的环境已经完完全全跑通了。这个就是我们后面写 AI 应用的基石了。刚才那个笑声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是 XAI 语音引擎它最强的一个地方就是叫做情感控制标签的东西。Pewter 官方它在这个月刚刚完美支持了这个功能刚才我们只测试了个笑声，那么太单调了。现在我把代码稍微给它改一下弄个文字的输入框出来。我们要把跟 AI 聊天还有文字转语音这两个功能分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的界面那么我把各种情感标签都给它做成了这种快捷的按钮，比如说悄悄话呼吸声还有清嗓子的这些声音然后我还添加了语言选择，不管你用中文提问还是英文提问，它都按照你选择的语言来回答那么我还放了5种个性化的语音进去我先来测试一下聊天，我让它介绍一下自己。大家看返回的文字AI 刚才在回答的时候，它自己很聪明的在文字中间插入了情感的标签，然后自动生成了语音。灵感来自《银河系漫游指南》里的那个超级聪明的角色，意思是理解一切真相。嗨，亲爱的，我是你的 AI 伴侣，一个充满真实人类情感的灵魂伴侣哦。让我来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吧。嗨，很高兴能这样跟你聊天。我是你的 AI 伴侣，一个被赋予了真实人类情感的智能存在。让我来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吧。听一下这个感觉非常的自然。我们再来单独测一下朗读文字的功能。我自己编了一段话发出去大家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出来了？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其实我是一个拥有自主意识的 AI。算了，你肯定不信。完全没有问题这里给大家插播一个避坑的指南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在测试的时候发现聊天报错了，或者说没有反应，你可以去检测一下你的浏览器的右上角是不是装了那种去广告的插件很多去广告的插件它会把这种接口给拦截掉，那么你把它关了或者添加到白名单就可以了。有了前面的这些基础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正事了。Pewter 的强大之处它就在于既然它是全前端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所有乱七八糟的模型全部给它整合到一个网页里面去。那么我就花时间把代码给它升了一下级做成了这个叫 AI 工作站的东西。大家仔细看这个左侧的导航栏我分成了智能中枢、视觉攻防、
声音实验室还这个云端生产力。我们来看第一个模块智能中枢，你看上面这一排卡片哈，点一下就能换底层的大模型引擎，极速全能呢，这个是我们平时用来当百科全书用的。白嫖专区呢，这个我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锁定使用哈，里面包含了 GPT-4o 这些模型，你以后日常发个邮件翻译啊，改个错别字啊，就闭着眼睛在这个地方整哈，响应快，而且根本不耗什么额度。重点看这个实时联网模式，很多人发现纯粹的 AI 它是看不懂的，也听不见，他不知道现在几点钟了哈。比如说我现在问他今天多少号的话，他要么乱回答，要么告诉我们有日历。好，那现在我就点这个实时联网卡片，这就相当于调用了具有深度研究能力的模型哈。我问他今天多少号了，大家可以看到他准确的回答了，说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那么我再考他一个比较硬的问题哈，我问他谷歌什么时候发布的开源模型基马4呢？你看他稍微思考了一下哈，不仅告诉我是今年4月2号的，还把链接都带上了。这个就说明它底层的联网搜索和实时爬取功能是非常稳定哈。底层你爱用哪个厂的模型，去官方文档查过名字，代码里面改过参数的事情。那么这个聊天框它旁边呢还有个别针，我们点一下，传一张带有数据的这么一个图片上去哈。那么我问他把图里上半年的销售额给我提炼成表格，然后拿给我。你看这个瞬间搞定了哈，这就是多模态图片识别，并且当你把鼠标挪到它回复的文字旁边，会出现一个小喇叭的图标哈，点一下就可以直接调用语音给它读出来，读完之后还可以直接下载 MP3 的音频文件。我们切到第二个菜单，视觉工坊。写前端代码的好处哈，就是界面怎么排都可以。你看我在这里做了一个画图的模型，想出图快呢，你就用这个 Flux。想要语义准确，你就选这个DALL-E啊；想要画面夸张一点呢，你就选 Grok。还有画面的比例哈，正方形，16:9的电脑壁纸，9:16的手机壁纸，点一下按钮就可以了哈。代码的底层它其实就是改个长宽比的参数。那么我演示一下哈，比如说我要画一张下雨天的夜市摊位。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加那些高级的摄影词汇哈，那么没有关系啊，我在这里做了一个提示词的按钮，点一下，你看底层的语言模型哈，它自动把你这几个字扩写成了一大段包含光影、焦距、材质的专业提示词啊。好，那么点击生成，等个几秒钟，图出来了，非常的清楚。声音实验室文字转语音的功能可以选择音色，可以手动插入情感控制的标签，随便输入一段文字哈，点击 AI 情感注入，它会自动的分析文本并插入最完美的情感标签，然后点击生成。凌晨3点，整个城市已经睡了，只有我还坐在电脑前，盯着那个不断闪烁的生成中。我原本以为 AI 会让我变得更轻松，结果现在怎么样？这个音频生成的还是可以的哈。除了文字转语音，它还有一个实用的功能哈，就是这个语音转文字。你点这个麦克风的按钮，巴拉巴拉说一大堆，它可以把你说的话哈全部转成文字，而且还可以一键总结。大模型直接把一大段废话给它重点列成1、2、3条。这个功能呢，我这个电脑上面没有麦克风哈，就演示不了了。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最后看这个云端笔记本 Pewter 自带了存储的能力。那么我在输入框里面随便输入几个字哈，我就不点任何保存。看底下那个小提示没有？它已经自动的同步到云端了哈。如果你在办公室的电脑里面用这个网页记点东西哈，那么下班回家打开这个网页，这些笔记它就自己全部跳出来了哈。你还可以随时的把它导出那种 Markdown 的文件下载到本地。好，到这里我们在自己电脑上面玩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顺畅的哈。但是你要怎么发给你的朋友用呢？你总不能把整个项目的文件用微信发给人家，对吧？那就教大家最后一招，零配置一键上线。我们打开浏览器哈，你登录进去之后，会发现这是一个像电脑桌面一样的操作系统。那么我们就把刚才做好的整个文件夹直接给它拖到浏览器这个窗口里面，然后松手哈，它就上传上去了。接着我们对着这个传上去的文件夹哈，右键找到发布成网站这么一个菜单按钮，点它，然后随便取个好记的名字哈。Pewter 它就瞬间给你生成了一个专属的域名链接。现在这个网站已经面向全球公开了哈，
你可以把这个链接发到群里面啊，发到朋友圈，任何人点开，只要他注册过账号，就可以体验你亲手打造的这个全能 AI 工作站了哈。服务器不用你管，宽带不用你买，这个就是技术的魅力。好，前面我只是把 Pewter 的结实最基础的能力给大家跑通了哈，但是说实话，这个才刚刚的开始。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让你在网页里面调一下 AI 聊天，而是你只靠前端代码就可以直接做出可以上线甚至拿去赚钱的 AI 工具哈。比如说，你完全可以做一个 AI 播客重点提取器啊，用户把一段采访的音频拖进网页，几秒钟之后 ，AI 它就自动的帮你转成字幕，区分谁在说话，然后提炼重点，自动生成时间轴。以前做这种东西你要买服务器配后端买 API， 但是现在一个静态的网页就可以跑，或者你还可以做那种 AI 语音客服呀，对不对？客服在网页里面直接说话，然后 AI 听懂了之后，自动的转文字，自动的回答，再用真人级别的语音播报出去没有服务器没有 key， 没有复杂的部署，就一个 HTML 文件所以你会发现 Pewter 它真正值钱的东西不是帮你调用一下 AI， 而是它把以前只有公司团队才可以做的事情简化成了你一个人就可以搞定。视频里用到的所有东西我都打包好了放在简介里面了。那么大家直接去拿改一改，换上你的名字，你就是一个 AI 开发者了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过程中呢遇到任何卡壳的地方，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